说到这儿，我不得不又提醒一下小米了，各家车企现在都已经掀桌子了啊！小米，你这小米汽车还没上桌呢。当当了当，当啷当当当了当，当当了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了当，当了当当当当了当当当，当了当当了当当了当。嗨，大家好，我是大爷，欢迎来到科技美学的直播间。本周科技圈发生了很多好人好事，跟着主播一起来表扬一下。如果觉得主播说的好玩呢，可以把哈哈哈哈打在我们的百叶窗上。如果觉得主播下边可以把圆周率后数位打在弹幕上。咱们抓紧开始。本周没什么事儿啊，就小米一家发了话题之作小米14 Ultra， 这也是小米和徕卡联合第4年了。来吧，同学们，你怎么评价小米和徕卡这次合作呢？满分100分，你给他们的合作打一个分数吧，评价一下他们从开始到现在。咱们首先不妨来回顾一下这场发布会的从前到后。首先是发布会之前呢，卢伟冰卢总就介绍了本场发布会的主持人许飞也就是下面这位。你看他哭得多高兴，其实挺开心的。老米粉对于许飞许总应该是不陌生，他是小米第46号员工。那当年呢也有一个名场面，他表示我们小米做手机就是为了不赚钱卖给大家。既然他当年这么说了，那这一次小米14 Ultra 的发布会由他来做主讲，是不是意味着小米14 Ultra 的价格它就有惊喜呢？反正发布会之前我就这么想的，所以有徐总来主讲发布会我是挺开心的。然后我们就知道了价格，小米14 Ultra 起售价6499元，相比较于前一代呢，涨了500块，最高售价8799元，其实还不到9000元，也还好。来问大家一下，你觉得今年小米的定价如何呢？觉得偏高打1，合理打2，有点低打个3，1、2、3，看一下大家的选择。别的不说小米年年冲高端，今年至少价格是高端了产品行不行，得上市之后看消费者以及市场的反馈。那来问大家一下，你觉得今年小米14 Ultra 冲击高端能行吗？觉得行打1觉得还不行打2。发布会上还有很多的亮点，比如还请到了知名导演张艺谋作为产品顾问，是不是很大胆？是不是很大胆？我觉得雷军应该是有深意的。这样的话呢，咱们以后就可以使用小米14 Ultra 一镜到底拍摄了，我想都不敢想这次的产品呢也颇有亮点，比如卫星信号增幅仪，这一发引起了相当高的关注，定价199元呢，也有很多同学表示是不是太贵了？而且这有必要吗？还要给手机加一个锅盖吗？你这么一说，还真的有那么一点像，是吧？来吧，同学们，在家乡见到过这种电视锅盖的同学打个1从来没见过，不知道这是啥的打一个2。反正当年确实这东西还挺火的很多地方同学不装有线电视，装个小锅，那收的片儿也挺多呀。有同学表示主播说这是小米的锅，就是在黑小米。当你打开它的话，会发现这上面印的就是个卫星小锅，是吧？而且卖你199元，我个人觉得并不贵。第一个，它可以作为支架来使用，多实用第二个，作为天线小锅来使用，多实用第三个，当你坐车的时候，可以毫无顾忌的看新闻，不会有任何人打搅你的隐私。当然，你想打扰别人也打扰不了。怎么样？199元，觉得值，可以打标6。总结看完这场小米发布会个人觉得真的是得抓紧挣钱了。为什么呢？大家感受一下目前智能手机的价格。华为 Mate 60 Pro Plus 定价8999元，小米14 Ultra 钛金属特别版定价8799元。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如果我们再不努力，就只能去买 iPhone 了不是小米华为买不起，而是我们 iPhone 更有性价比反正就是你要再不努力赚钱只能买苹果了当然这个 iPhone 它是256G 的，是吧？这么算起来的话，咱们国产品牌性价比还是要比 iPhone 高那么一点点的。那咱们来预测一下了，你觉得几年之后，在同样存储配置下，国产品牌的价格能超过 iPhone 呢？看一看大家的弹幕吧，你觉得几年之后可以不开玩笑如果你在地上捡到了9000块钱，那么这3台同样定价不足9000元的手机如果是你的话，从左到右1、2、3，你会买哪一台呢？看一下大家的选择。本周魅族的消息宣布不再做传统智能手机了，魅族21、魅族22、魅族23 stop。那你不做手机要干啥去魅族
魅族表示啊，我们要 all in AI 是吧？全盘押宝在 AI 上面了。不是你这个话，我就有点浑身冒汗啊！魅族表示要停止传统智能手机的新项目投入，那我已经买的魅族手机咋整啊？啊，这售后没人管了啊！赶紧看一看魅族最新的表态。魅族表示啊，就现有的产品啊，还是会有正常的软硬件维护的。行，你下回把话说清楚是吧？那来问大家一下，你觉得魅族不再做传统智能手机了，它会做点啥呢？大家可以打在弹幕上。我猜啊，这个魅族啊，以后呢，它就不做智能手机了，它改做 AI 设备是吧？AI device， 不要叫我智能手机，我是 AI 智能设备。而就在这个事儿结束后2-3天的时间，魅族突然宣布，在本周2月29号晚上，魅族会举办特别活动，而且价格都出来了，5299元。那这不用问呢，这个魅族的新设备就要来了哈。大家觉得这应该是一个什么设备啊？你可以把它的名字打在弹幕上。不知道这还用猜吗？这都写了魅族21啊！你这之前是魅族20，现在是魅族21啊。但是呢，它不是魅族21智能手机，它是啥呢？我也不知道它是啥。想起了一些经典的台词：我不叫魏，我叫楚雨荨；我不叫电视，我是智慧屏；我不叫智能手机，请叫我 AI 智能设备。那魅族前高管李楠表示啊，魅族21啊，真机评估了一下啊，确实是好东西。他又说了，但是呢，如果卖5000多啊，选择不发也许是对的。这看一下这款魅族21的细节啊，看起来的话还是直边是吧？和这台机器应该是差不多。下方呢，果然有 AI 的字样，图标感觉变得更大了。这儿看上去还是有一个镜头啊。那这和魅族手机有啥区别吗？就不是智能手机了？穿个马甲我照样认识你啊！好，大家觉得魅族这次不做智能手机的口号啊，它到底是为了啥呢？你猜魅族为什么宣布不再做传统智能手机呢？我个人觉得啊，这可能是提前叠个甲，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这次魅族21 Pro 定价呢5299元。定这个价格，假如说啊卖的不好的话，那这魅族公关部门就可以说了，是吧？魅族智能手机卖的不好啊，关魅族什么事儿，是吧？我们卖的是 AI 智能终端，手机卖的不好啊，不关我们的事情，只要我不卖。来问大家，你是否看好各家手机企业引入 AI 功能？看一下同学弹幕啊，看好打个1，我觉得可能没啥用，打一盖。不光魅族，还有 OPPO。本周 OPPO 宣布正式进入 AI 手机时代。多家媒体报道啊 ，OPPO 总裁刘作虎表示啊，对于 AI 的投入没有上限。来吧，同学们啊，大家是否看好 OpenAI 不是 OPPO AI 啊？你说 OPPO 这个名字啊，容易让友商产生误会。之前就有友商没听清，以为是 Apple， 其实是 OPPO。现在呢，以为是 OpenAI， 其实是 OPPO AI。好了啊，不开玩笑啊，这个 OPPO 对于 AI 的投入还是可见一斑。目前呢，已宣布 AI 尝鲜机型以下这么多。我个人观点一直是这样的，就是只要你对于老机型有支持，那么我们一定双手支持，并且大力宣传。来看年度最佳游戏《艾尔登法环》的好消息，100%的好消息。关于《艾尔登法环》啊，不用过多介绍了啊，绝对的大作啊，可以被称之为艺术品。无论是在艺术价值上还是商业价值上，都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但是，根据多家新闻媒体报道，最新消息称啊，腾讯它正在开发《艾尔登法环》的手游版，付费模式类似《原神》。来，朋友们，大家是否看好手游版《艾尔登法环》啊？也就是《艾尔登原神》呢？看好同学打个1啊，不看好同学打一盖，看一看大家的选择。手游版啥样呢？新闻已经说了，付费模式类似原神，那这个很好猜了，对不对？艾尔登法环过2天发布的时候就是这样的，艾尔登原神，怎么样？大家觉得有没有搞头啊？女主角原来是这样的，那以后咱就变成这样吧，是不是？怎么样？褪色原神启动，是不是立刻就想玩了？还有同学说这能好玩吗？你这一看你就没玩过是吧？现在这个 MOD 作者啊，就早就开始行动上了。你看，毫无违和感，是不是？咔咔的。好啊，这个说归说，笑归笑，大家觉得腾讯开发的《艾尔登法环》应该如何盈利啊？它这个游戏应该怎么运作呢？看一看同学们的幕。好啊，看见大家的这个点子，
首先，这个《艾尔登法环》手游版，那肯定是腾讯这边要分 iOS 区和安卓区啊，以后还得有个鸿蒙区，对不对？渠道服啊。然后呢是 QQ 和微信单独登录，两边不互通。开屏那肯定得先来一叠直播画面，看一看全服排名前10的玩家，他们正在单挑，是不是？当你把那些活动窗口啵啵全点掉之后，又弹出来4、5个任务窗口。你要是不接任务全关掉啊，然后那就接着有商城窗口。新赛季我们手游版免费送武器，只要您把这个消息啊发给10个 QQ 好友啊，就可以得到这个免费武器，是吧？您要是不在我们商城买东西也行，对吧？你可以抽奖，每天免费送你一个金币，攒1年就送你一个皮肤，是吧？什么叫良心呢？卖完皮肤卖坐骑，这坐骑属性不加满，你能不生气吗？这叫免费网游。什么叫良心？让全球玩家感受一下。觉得主播说的真实，可以打1个6。这个中年男人啊，可能大多数人不太熟啊，但游戏圈的同学肯定非常熟了。宫崎英高啊，也就是《艾尔登法环》的游戏制作人，也是一系列魂类游戏大作的制作人。反正这哥们儿就喜欢在游戏里边啊搞各种各样变态的 BOSS 来折磨玩家。全球玩家都被宫崎英高折磨的那是生不如死，是吧？要死要活的。所以呢，很多人都亲切地称之为宫崎老贼。那现在这有了《艾尔登法环》的手游啊，我觉得这个现象可能要改变了。以后我要看着这个宫崎英高啊，我就可以跟他说：“宫崎先生啊，我这抽了10个648，还抽了一堆卡，你能不能让你这个英雄啊，就是你这个游戏里边的这些 BOSS 对我客气点啊？宫崎先生，行不行？这不用这么客气啊，你叫我小高就行。您不是抽了10个648吗？啊，这游戏您不用打了啊！恭喜您，您已经获得了《艾尔登法环之王》的称号，怎么样？是吧？啊，我叫我小高就可以啊。你看这个《艾尔登法环》游戏里哪个 BOSS 你感觉不顺眼是吧？我替你整死他，好不好？我替你打他，对不对？挺懂事儿啊啊！对不起，他们给的太多了。有同学表示啊，主播你就是在这蹭热度。一看这个有这个消息了啊，你在这一顿在这瞎编，其实主播并不是瞎编，为什么呢？这个事儿我们在2年前就已经跟大家完整的说过了，一字不差，不信吗？咱们来看一下，打开主播的频道，在2022年啊，2年前我们就做过当时的科学表扬节目，咱们来听一听当时咱们是怎么说的。不光有网易啊，还有腾讯。腾讯宣布成为《艾尔登法环》开发商第2大股东。《艾尔登法环》就不用多介绍了啊，这最近超大作。来吧，大家觉得这个腾讯入股《艾尔登法环》，你觉得这个前景如何呀？刚才我们看到国内2大巨头腾讯、网易纷纷入股海外3A 大作开发商，那我觉得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应该让全球玩家感受到来自我们的温暖。希望呢，我们国内巨头早日打破主流3A 大作没有充值入口的怪现象。你说我玩个游戏，我想变强，就不能快点变强吗？我们应该让海外玩家也感受到氪金的乐趣。海外玩家都盼着呢，我就早盼着你们了，快来吧，快来吧！怎么样，主播不瞎编吧？2年前就告诉你了，腾讯一定会出手的。来问大家一下，你觉得你正在开的汽车品牌未来有没有倒闭的可能性？觉得有打个1啊，觉得不可能啊，这个车企还是挺厉害的，打一个2，看一下大家的选择。来看车圈的坏消息，高和汽车多家媒体报道啊，高和汽车陷入危机，工厂停工，员工要自谋生计。我们看在2024年1月，高和汽车呢回应传闻啊停工停产的传闻，表示公司运营一切正常，已经报案了。紧接着在2024年的2月，高和汽车呢又宣布停工停产6个月。还有媒体报道呢，高和的员工要自谋生计，到公司搬设备跑路。当然具体情况咱不了解啊，毕竟不是高和的员工啊。正在看咱们节目的有没有高和的员工，说一下你们那边到底是什么情况。虽然工厂咱不了解啊，但是这个车还是多少有点了解。外观很炫酷，设计很前卫，确实挺有科幻感的啊，感觉像是从赛博朋克2077游戏里面走出来的车辆。来吧，同学们，这样一个外观设计啊，满分100分，大家可以给高和汽车的外观打一个分数。除了外观特立独行之外啊，还有就是它的价格可是不太便宜，动辄呀50-60万的价格，而且是60多万。那你说它为什么会有现在这个情况？我个人觉得啊，就是它这个车，年轻人可能觉得，确实有个性，挺漂亮啊，挺有科幻感，也有黑科技。但是呢，可能年轻人没那么多钱，整不了这么贵的。那中年人倒是有钱，但是呢，中年人可能又觉得这个车是不是有点太中二了，已经过了年轻那个时候的劲儿了，感觉太像科幻电影里的玩具了。
不太像是日常的豪华车型。所以呢，你说这个年轻人、中年人他都避开了，是吧？而它这个价格区间段呢，又恰好不是咱们国内热销款的那个价格段，所以它这个车呢，就是完美的避开了所有用户群体和有这个预算的人群，所以这个前景确实是不是很乐观。所以说，一个车的定价区间那是很重要的，你听见了吗，小米？雷总，你可别对吧？你可别定那个价格，到时候年轻人买不起，中年人看不上啊！我衷心的劝你一句慎重定价。来吧，看一下同学们，大家觉得小米汽车最终定价是多少钱呢？这怎么说着说着高和又蹦到小米那去了呢？好，注意目前这个事儿还没有后续假如说呢，未来高和呢有新的投资注入比如说早前传言的沙特主权资金，又或者是被其他的车企所收购那后面是还有转机所以现在只是一个阶段性的危机。那来问大家一下，你觉得高和这个事儿能缓过来吗？能翻身吗？觉得能，打个1；觉得不能翻身就此就消失了，打一杠。其实过去这几年消失的车厂那可不是1家2家呀，小的咱不算，大车厂也不算少了。从拜腾到威马，从爱驰到高和，是吧？应该说卷得真厉害很难呐。期待大家都能够坚持得住吧。这里边呢，还要给这些买了这些车厂消失的这个品牌的用户说一句，之前咱们都说这个每个车企都要搞自己的那一套车机系统，但是你要知道，一旦这个车企倒闭，你这个车机有可能就变成了一个铁盒子，没有云端服务，好多的服务你都开不了了。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这个车机它是支持苹果 CarPlay 的，那就意味着即便没有车机的那些服务，你依旧可以使用手机连通车机来进行服务。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虽然这个是吧，之前大家都不看好这个苹果的 CarPlay， 但是一旦出了事儿它多少还能给你的汽车一点智能化的兜底的体验。说到这里，禁不住又要提起小米汽车全系完整支持苹果 CarPlay， 就算未来倒闭了也不……我乌鸦嘴我乌鸦嘴没有那一天没有那一天。小米那是双车机是吧？既有小米自己车机，还支持苹果 CarPlay。什么叫良心呢？给小米这波操作满分100，大家打一个分数吧。我看谁敢截图发给雷军谁敢截图？凯迪拉克这大家应该是不陌生是吧？大家对于凯迪拉克品牌的印象如何呀？满分100分如果就是这100分是比如说是保时捷，就是你觉得凯迪拉克能打多少分？看一看大家的选择。实话实说我小时候印象里呢，凯迪拉克绝对是美式豪华车的代表，而且那个时候流行那个港台电影里边大老板开的全是凯迪拉克。后来呢，我身边有人结婚那家里面的婚车也是凯迪拉克。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些年凯迪拉克发生了什么变化呀？凯迪拉克最新的 CT5这好黄这个官网主推颜色大麦金，大家觉得这个配色多少钱能够打动你？看一下同学们的弹幕。这车上市价格呢是29万多到33万多，是吧？根据最新媒体报道，直降7万，目前呢是21万9，直接打了75折干掉了1/4的价格呀，从29万降到21万多。目前呢全新版本已经上市，一下子降了7万块呀，同学们7万块！你觉得这7万块如果是给你的话，你打算干点啥呀？大家可以打在弹幕上，你能用在哪些地方的消费呢？我不知道大家随意你们随意反正我感觉这7万块是真的不少，那能干老多事儿了。你要去充，不是你去办一个会员卡是吧？你现在充多少，人家就给你送多少，是吧？去过的同学都知道我说的没说瞎话是吧？你要是真的充了7万块钱的会员费，那店家能再送你7万，这里外里相当于凯迪拉克这直接降了14万。什么叫良心呢？看一看同学们的弹幕，不是你们弹幕都打些什么奇奇怪怪，能不能打点能说的？我说这个卡就充这个卡是加油卡，你们不要误会你们说的是什么玩意儿？你们说的是什么卡有同学说这凯迪拉克这是掀桌子了呀，那可不止呢，还有车企掀桌子。本周比亚迪秦荣耀版上市79800，这是不过了呀，这是电比油低，荣耀再出击。想当初这个秦上市的时候，那宣传词叫秦定天下，这隔了2年最新广告词秦统天下。这价格怎么样？有没有动心觉得动心了的可以打一个6，看一看有多少人未来会考虑比亚迪注意掀桌子那是刚开始，是不是？
办不好那就别办了。50最新的星光150公里的进阶版，在当天啊，就同一天马上发布，定价99800啊，啥意思啊？你看这个秦这边呢是120公里的啊，也就是说，就是50那个价格比秦这个还要再低一点，这可是真刀真枪啊，刺刀见红了。所以啊，要提醒大家，在2024年内，你可能看到一大批之前卖10几万的车降到了9万、8万甚至7万的价格。说到这儿，我不得不又提醒一下小米了，各家车企现在都已经掀桌子了啊！小米，你这小米汽车还没上桌呢啊！来吧啊，最后大家给小米汽车估一个起售价格吧，看一下同学们的弹幕。OK 啊，那以上呢就是本周科技圈的好人好事儿，不知道你觉得谁更值得表扬呢？可以把他的编号打在弹幕上。如果还想看到主播疯狂表扬各家厂商的话，赶紧关注一下我们，要不然下周你肯定看不着我了。这里是科技美学，我是大爷，咱们下周再见。祝大家都有强壮的身体，多赚 money， 天天都能休息，每天还有花不完的法定货币。感谢大家的点赞。哎，这是谁掉的硬币啊？给大佬们磕头了。下周别忘了还来玩啊！上周咱们聊了，有的快递总是扔到驿站，不会送货上门。OW 同学表示，之前遇到这种情况啊，投诉了，快递员来找他闹腾，说投诉一次啊，快递就要被扣200块钱。下边吃什么同学表示，尽量不要和快递员争执，毕竟这快递员是知道你家住在哪里的。来问大家一下，如果你遇到了快递啊、送餐啊不满意的情况，你会投诉吗？还是忍忍就算了呢？打一打，看一下大家的选择。上周咱们聊了旗舰手机保值的话题，小刘同学问，有个疑惑啊，苹果很贵，没人说它是电子茅台，为啥华为卖的贵，就有人说它是电子茅台呢？星河同学回答说，这个茅台是买来送人的，不是自己买来喝的，这样就能理解为什么华为被称为电子茅台了。你觉得他说的合理吗？而新飞同学表示啊，苹果新手机贵，但拆开那就贬值，而华为呢，则是二手手机卖的比原价还贵。你可以把真实打在弹幕上。大家还在讨论啊 ，iPhone 它为什么保值呢？光临大爷表示啊，因为每一代 iPhone 都差不多，以不变应万变，等于价值没变啊。猪脚饭同学表示啊，那言要坚持做这档表扬节目啊，每期 B3联这节目很有趣，感谢感谢。不过下边有同学留言啊，虽然也很喜欢看，但是白嫖真的爽。你说这都是什么观众这是？不过实话实说啊，现在播放量是越来越低了，原来70-80万，现在只有20-30万，直接缩水了70%。来问你一下，如果你的工资缩水70%，你会怎么办呢？